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欢迎来到我的原创频道。今天团长在南美找到了外星人 DNA 的证据，而且在亚马逊丛林的地底下有一个神界岛的地下世界，叫做阿卡口，那里藏着一部象形文字写的编年史，记载了公元前10481年，一群被称作远古大师的神们，他们从外星系来到地球的秘密。就在前2个月，2024年9月14日，日本山形大学在秘鲁利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使用无人机和 AI 在秘鲁纳斯卡沙漠里发现了303个全新的纳斯卡线条。这项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院刊也发表了。大家看这些新发现的线条，他们有的头上有发光和长了很多腿的外星人，也有手里拿着铲子的大鱼，还有人类和猿猴大战的场面。这些和以前发现的蜂鸟、世界之树、大眼睛外星人的纳斯卡线条一样，都是非常巨大，长100到300米，只有在天空才能看到它们的全貌。今天团长就要告诉大家，这些线条到底是给谁看的。这是山形大学发现的最新线条分布图，这些黄色的叉叉，它们沿着地图北部的纳斯卡河谷密集分布，而这里的地貌非常奇怪。我们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这里在远古就是一条巨大的河流，滚滚河水曾经都满了出来，把这些南边的土地冲刷成一条条小河。但是现在这条巨大的河流却变成了纳斯卡河谷中的一条细小的小河，而人类在河两旁却种出了一片片绿色的田地。这就说明在几万年前，秘鲁纳斯卡这里并不是一片荒漠，而是像古埃及一样一片鱼米之乡，森林沼泽，郁郁葱葱，非常漂亮。但为什么这里的气候会突然变化，把水乡变成了沙漠？那我们再看一下撒哈拉沙漠，还有阿拉伯半岛，再到伊朗高原的这一片，这里在以前全部都是海洋和湖泊。耶路撒冷这一片在圣经年代里被称作神的应许之地，流着牛奶和蜜糖。在旧约圣经民数记中记载，以色列的探子曾经在这里发现过比人都大的葡萄，2个人才能抬一串。但到了现在，这里就全部变成了沙漠，和纳斯卡沙漠一样。那纳斯卡这里会不会也存在像古埃及金字塔一样的远古神秘文明？大家跟我来，在这里河谷北面的高山上，曾经有一块奇怪的地貌，被称作外星机场。为什么叫外星机场？因为在上古的某一天，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这里的山头全部削为平地。考古学家还做了3D 模型，大家看，整个山头都没有了，非常平整，像机场跑道一样。有人说这是尼克拉斯杨的异想天开，瞎说，这明明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对不起，你错了。这种削平山头的外星机场在纳斯卡一带一共有3座。大家看，在这巨大的河流经过的3座山峰上，非常的平整，它们的山头全部都被削平。而在中间机场的前方山坡上，还有太阳形状的纳斯卡线条。难道这是远古神族在地球上的最后据点？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河谷中将要出现史诗级的大洪水，所以他们就启动了停在高山上的飞船引擎，离开了地球？既然外星神族会来到地球，那么他们在地球上会不会留下什么遗迹？大家请跟我来，再看一下这3座外星机场。在他们的西北方有一片沙漠，叫做 Paracas 半岛。1928年，考古学家 Julio Tello 在这里发现了几百个超长头骨。这些古代头骨的特点就是颅骨非常高，高到已经超过现代人类理解的程度。现在大家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主流媒体的解释，说这些是南美原住民的缠头习俗。这些媒体说的都没错，非洲的人也是有这种习俗，但是这都不适用于秘鲁的 Paracas 头骨。大家看，这是2012年发现的编号44号头骨，重1.27千克，比普通人类的头骨重20%，而且脑容量是1500立方厘米，比正常人类的脑容量多25%。在 Paracas 发现的最大的头骨重量是正常人类的1.6倍，脑容量是普通人的2.5倍，而且他们的眼窝比一般人类的头骨大30%。
这些数据就说明，这些长头头骨并不是古代人用绳子、板子绑出来的，因为外部物理的压力并不会改变人类头骨的平均重量和脑容量，所以这些头骨都是天然的。这并不是团长的推理，我是有证据的。在2020年帕拉卡斯沙漠中出具了一具小型的木乃伊，只有3个月大。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我不能在这里上影片，只能给大家看照片的一部分。等以后我开了会员频道，给大家单独分享。大家看，神秘包裹中有一个3个月大的头骨，出生它就是长着这么样的，长长的，自然的。这种形状就是古埃及纳芙提提的女儿的头骨的形状。这就证明这些长头头骨有一段现代人类没有的 DNA， 他们是从小就长成这样的。而这些 DNA 就是来自那些曾经在外星机场乘坐宇宙飞船离开的外星种族。有人说我们测一下这些长头人的 DNA，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是的， DNA 检测成果已经出来了。长头人的 DNA 存在一种突变的线粒体，这种突变被称作迄今为止在已知任何人类、灵长类或者其他动物中都是未知的。我们正面对一种全新的类人生物，它与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非常遥远。现在世界很多大学实验室都对长头人的 DNA 进行了检验，但是很少会发布公开报告。其实这就和飞行员说自己见过飞碟一样，只要说了他就再也开不成飞机了，精神有问题。所以没有一个教授愿意牵头正式发表论文，因为人类还没有做好接受外星人的准备。美国 Lakehead 大学实验室发表研究结果，说长头人的 DNA 是人类，可能来自苏美尔平原。这里其实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真实的谎言，因为大猩猩的 DNA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因为他们的 DNA 和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99%， 所以 Lakehead 大学的报告应该理解为秘鲁长头人的 DNA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人类，剩下的它就不是人类。那问题来了，秘鲁长头族他们的父亲到底是谁？接下来最炸裂的部分来了，大家跟我来。我们再从秘鲁帕尔卡斯半岛回到纳斯卡沙漠这里，在这里的一大片范围里有很多神秘的矿洞，具体在哪里不知道，保密。有一个代号为马里奥的秘鲁当地人，他在偶然的情况下进入了这些山洞，在这里他发现了200多具白色的木乃伊。Los cuerpos disecados de Nazca se encuentran en su lugar. Tanto María como Jovita. Para quienes todavía tenían dudas de que si los seres habían sido devueltos a sus ubicaciones específicas, es así. Acá tienen una pequeña cámara de ozono, generadora de ozono, y ahí se encuentran cuerpos tal como deben estar. Listo, guardamos. 而这些木乃伊，它们的眼睛非常巨大，头骨特别长，看起来好像帕拉卡斯长头人。但是奇怪的是，这些白色木乃伊它们没有耳朵，耳朵只有一个小孔，而且它们的手指和脚趾都是3根，它们不是人类。自从2016年以来，在纳斯卡沙漠中发现的这种木乃伊一共有3种形态，它们都有3根手指，而且都是被盗墓者从秘鲁运往墨西哥，在墨西哥的黑市高价出售，然后被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实验室买回去研究。现在秘鲁警方严厉打击盗墓犯罪行为，最高可以判8年。所以纳斯卡沙漠矿洞的位置都是保密的，没有人知道。在被发现的3种木乃伊形态中，第一种是坐着的，被称作 M 形态；第二种是站着的，被称作 J 形态；第3种非常特别，很小，还有翅膀，被称作 S 形态。这3种木乃伊的样本中 ，S 型有翅膀的木乃伊还没有任何研究报告。J 形态的站着木乃伊，推测有很大可能它是人类使用动物的骨骼拼接而成的，也就是这是人造木乃伊。但是，记住这个但是。非常非常诡异，虽然这个 J 形态的木乃伊是假的，但是它是一个大约2000年前的纳斯卡原住民拼接而成的。大家的脑细胞要跟上啊！问题就是，为什么2000年前的纳斯卡原住民要做这种人偶？
难道他们看过电影《E.T.》？我再给大家看一个震惊的，这是14世纪印加帝国保存下的秘鲁原住民衣服，看这上面的花纹，为什么会有3只指头的奇怪小人？难道这里真的出现过外星人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M 形态的木乃伊，在2024年，全世界很多实验室都获得了这个木乃伊的样本，他们争相开始研究。最近，秘鲁政府迫于压力，允许秘鲁的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并且发布成果。今年4月份，秘鲁大学实验室发表研究报告，说这个 M 型木乃伊没有耳朵、高头骨、3根手指，它是人类，但是它的 DNA 只有70%属于人类，另外30%属于未知生命。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史前人类和未知生命的混血。而帕拉卡斯长头人是这种木乃伊和人类的再次混血 N+1 代，这么一代一代的混下去，他们的 DNA 就慢慢的接近人类，但是他们还会保留着长头头骨的特征。这个发现在秘鲁的报纸定为和美国阿波罗登月一样的跨时代发现。不过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团长就在 YouTube 上给大家传一下法，为未来人类进入宇宙时代和外星人见面做好心理准备。帕拉卡斯长头人和纳兹卡木乃伊还有很多秘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请猛砸订阅、点赞和转发按钮，我将来有空给大家专门做一期讲解一下。所以总结一下，帕拉卡斯长头人在2000多年前制作了 J 型木乃伊，用来纪念他们的父亲纳兹卡 M 型木乃伊。而 M 型木乃伊他们的父亲到底是谁？我要告诉大家，他们的父亲，当地人称他们为远古大师 The Former Master。他们并不是偶然来到地球上的外星访客，他们是从人类开始的那一天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地球上画了一条白线，非常奇怪。这条白线是从复活节岛的维纳普巨石墙穿过纳斯卡机场，再穿过马丘比丘和萨克塞华曼巨石墙，进入亚马逊雨林，最终穿过大海，到达埃及吉萨大金字塔。这些远古史前文明全部都在一条线上，这就暗示在茂密的亚马逊雨林里，在这里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区域里，很可能有一个类似埃及金字塔的巨大史前文明。1976年，巴西考古学家 Rodolfo Brandão 乘坐小型飞机在亚马逊雨林的天空中探索，突然一个巨大的几百米高的金字塔出现在他眼前，整个金字塔被雨林的树木覆盖，远远看去就像一个突兀的小山。当他的飞机转过来的时候，他又发现有另外2个小金字塔和大金字塔排成一条直线，这就和埃及吉萨大金字塔是一样的，3座金字塔它们都是排起来的。这都被巴西报纸报道了。这里的重点是 Brandão 不是偶然发现这些雨林金字塔的，他是有一个向导，这个向导是亚马逊雨林的酋长，名字叫塔tunka Nara， 意思是伟大的水蛇，而他是一个白人。为什么亚马逊雨林会有白人部落酋长？我在复活节当鸟人的这一集详细分析过，他们是传说中的雅利安人。酋长塔通卡身材高大，有棕黑色的头发和眼睛，颧骨非常高，有很强的混血儿的特点。更奇怪的是，塔通卡会说一种奇怪的语言，叫做 Jungle Deutsch， 土著丛林德语。塔通卡纳拉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在1968年首次被报道，当时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巴西雨林中迫降，其中有12个人活了下来。当他们逃出飞机的时候，就直接被亚马逊雨林的海傻部落给抓了。之后塔通卡就出现了，他和部落酋长沟通，最后把这个12个军官给救了出来，带到亚马逊雨林中的城市马瑙斯。这些都保存在巴西情报部门的档案里，但是巴西当地的刑事档案也有关于塔通卡的记载，他至少和4起命案有关。档案记载，他把来自德国、瑞士等国的探险爱好者带到雨林之后，这些人就突然神秘死亡。塔通卡自己就说，我是酋长，我杀过很多人，但是这些命案和我无关。所以到现在塔通卡也没有被当局逮捕过。1972年3月，有一名来自德国 ARD 新闻的记者，名叫 Karl Brugger， 他在马瑙斯的一家小酒馆遇到塔通卡。塔通卡在人群中非常显眼，他和亚马逊原住民一样，总是不穿上衣。
卡奥就跟塔图卡聊了起来，问雨丽丽是什么样子的？你们部落是怎么打猎的？你们有什么信仰啊？聊着聊着，卡奥突然震惊了。塔图卡说出了一个远古的故事，是60万年前远古大师降临地球和他们部落的故事。他说他们的祖先记载着一部编年史，世世代代都在计算着时间，为的就是在未来迎接他们的 former master 远古主人再次回到地球。卡奥就问你怎么会说德语？塔图卡就说，在他们的部落中有一群说的德语的外来人，他们有神的符号，而且他们给了我们父辈武器，我们也和他们结了联盟。卡尔人一听震惊了，难道你说的是带着万字符的德国纳粹？希特勒曾经派纳粹军队在全世界寻找纯种雅利安人和史前的遗迹，难道他们也来到了亚马逊雨林？这个故事太悬疑了，卡奥就按耐不住激动，又和酋长塔图卡约了时间，带着他的录音机把塔图卡讲的故事从头到尾录了下来，一共12盘磁带，500多分钟。在这里，塔图卡讲述了他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公元前10481年。他们称这个时间点为零时。在零时，塔图卡的祖先开始用象形文字记载远古大师的离去，然后到了公元前3166年，他们又记载众神又再次归来。卡奥把录音磁带整理之后，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阿卡口尔编年史》，大受欢迎。但是诡异的是，在1984年1月3日，卡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中散步的时候，突然就冲过了5个杀手，咔咔几枪，卡奥中弹身亡。Der langjährige Hörfunkkorrespondent der ARD für Südamerika, Karl Brugger, ist in Rio de Janeiro ermordet worden. Der 41-jährige Journalist wurde in der vergangenen Nacht auf offener Straße überfallen und erschossen. Brugger hatte zum Jahreswechsel seinen Posten aufgegeben. 所以今天讲的秘密，至少是已经有4、5条人命搭了进去的，非常危险。但是为了我们的优秀天才团长豁出去了，现在我就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美洲虎之书，公元前10481年，这是我们的故事，天选之仆的历史。从众神离开我们的零时开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部落乌嘎蒙古拉拉第一任王子伊娜决定要用清晰的文字写下阿卡口的历史，用来保存远古大师的智慧。一开始一切都很混乱，没有知识，没有法律，没有衣服，人们像动物一样在洞穴和岩缝之间行走，直到众神的到来，给他们带来光明。按照塔图卡给出的时间线，在公元前13000年，突然天空中出现闪光的金色船只，它们发出巨大的火焰，照亮亚马逊平原，整个大地都在震动。随后从船上下来了一群巨大的陌生人，原始人类赶紧就跑过去要拜这些陌生人，他们称这些外来人为远古大师。大师们说，他们来的地方叫做 Shveta， 他们不是一个星球，而是在宇宙深处的一个强大星际帝国，有很多行星组成，行星多的就像路上的尘埃一样。Shveta 星系和太阳系每6000年就会靠近一次，那个时候众神就会回来。这些 Shveta 星人和人类长得非常像，他们的身材非常高大，皮肤是灰白色的，他们的整张脸被蓝黑色的毛发包起来，头发胡须非常浓密，和古代苏美尔雕像一样。他们和人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每只手上有6根手指和6根脚趾。经常看团长故事的朋友可能知道，释迦牟尼转轮圣王32相就是丈六金身的巨人，释迦牟尼毛发干琉璃色就是蓝黑色。32相还包括头顶的凸起，叫做乌什尼沙，这和纳兹卡的长头头骨都对上了。关键是6根手指的描述，这是分别人类和远古大师的重要基因特征。现在巴西住着一群神秘的人类，他们所有的人都有6根手指，关键是他们的第6根手指就和普通人的手指的功能是一样的，可以完美的弹琴，这就说明他们的 DNA 和一般人类是不一样的。接着书中写道，谁能学会揣测众神的行为呢？谁可以学会理解他们的作为呢？他们知道星星运行轨迹和自然的规则，他们熟悉宇宙的最高法则。
在这之后，有130组家庭从史瑞塔星系来到地球，一部分降落在南美亚马逊雨林这里，另外一部分在埃及降落。接着，远古大师就开始教原始人类农业，教他们耕种，而且他们选择了一个人类部落，称他们为乌嘎蒙古拉拉，意思是神选部落。然后，作为永恒之约的象征，这些远古大师就开始和他们的仆人开始混血，生出的人类也有蓝黑色的头发，颧骨高高的，皮肤也是白色，但是大部分人都是5根手指。然后，远古大师在当地就建造了巨大的城市，被称作阿卡科，意思是第2个堡垒。第一个是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这个阿卡科位于秘鲁和巴西交界处的一大片的这个某个地方，里面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周围有12个地下城入口，每个入口只能容下1个人通过。进入地下城之后，里面会有东南西北4个区，每个区象征着史瑞塔星系中的4个方向，祭祀、军事、生活、仓库等等都在这里面进行。在地下城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金色镜子，可以发出明亮的光芒。部落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光是怎么发出来的，他们也不知道地下的氧气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像阿卡科这样的城市在美洲一共有3座，分别叫做阿克尼斯、阿卡科和阿卡辛。整个帝国最强大的时候一共有3.62亿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公元前10481年之前0点10分。在公元前10481年前的某一天，突然远古大师把蒙古拉拉的王子伊娜召唤到大殿之中，跟他说道：伊娜，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已经交给了你们智慧，并且赐予你们美好的忠告，现在我们要回归我们自己的同类，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请牢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因为我们和你们是同一血统的兄弟，我们和你们有着同一个父亲，当你们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还会回来，但现在你们要进入阿卡科地下城，以免你们会被灭亡。书中记载，这些远古大师在60万年前他们就已经来到地球，是他们改造了古代猿人的基因，创造了人类。说完，过了不久，神之子伊娜和他们的人民就站在山上，看到巨大的船只放出火和雷声，轰的一下升入天空。之后，伊娜就召集祭祀长老，开始编纂阿卡科编年史。众神离开的那天，就是他们的新纪元的开始，灵史。只有众神的形象留在天选仆人的心中，他们用炙热的眼睛凝视着天空，但金色的船只并没有回来，天空空无一人，没有微风，没有声音，天堂依旧是空的。在众神离开之后，过了13年，突然整个世界开始出现异象，雾色覆盖了地球的表面，阳光仍然照耀着，但强大的灰色雾气开始遮住阳光。天空中伫立着奇怪的标志，星星就像暗淡的石头，有毒的雾霾飘过山丘，树上挂着恶臭的火，一轮红日和一条黑路相交，黑色、红色，世界的4个角落都是红色。这里讲到天空中伫立着奇怪的标志，就是尼比鲁的十字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集。当这些异象出现的时候，王子伊娜就对他的人民说：天中异象已现，让我们听从神的命令进入阿卡科。这时候人民就吵着：我们的家，我们的金子难道都不要了吗？伊娜就大喊：远古大师留给我们的智慧，对整个国家来说还不够吗？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缺，全部进入阿卡科。于是蒙古拉拉全族就带着必要的补给进入了地下城避难。之后编年史就记载，是谁让人类颤抖？是谁让天上的星星颤抖？是谁让水从岩石中涌出？天气非常寒冷，冰冷的风吹过大地，天气非常炎热，人们被自己的呼吸灼伤，人和动物惊慌失措地逃跑，他们试图爬树，但树木拒绝了他们，他们躲在洞穴，但洞穴崩塌掩埋了他们，底部被甩到顶部，顶部沉入深处，众神的声音和愤怒不会结束。
这段就是在描写地球因为史莱塔星系靠近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牵引力，造成地轴突然偏移，让整个世界的底部被甩到了顶部，顶部沉入深处。这次世界级的末日发生在公元前10468年，全球人类死亡80%以上。等到王子伊纳带领人民重新返回地面的时候，他们发现整个世界都沧海桑田了，湖水没了，巨大的山峰拔地而起，本来气候适宜的阿卡考帝国突然变得炎热而又潮湿，纳兹卡的森林也没有了，变成了一片荒漠。之后伊纳的人民和后代就不停来到纳兹卡，在这里画下了纳兹卡线条。他们想让他们的远古大师在天空中看到他们的人民1000年之后还在这里等着你们。接下来有一件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在人类返回地面之后，他们发现地球上出现了一群奇怪的生物，他们和远古大师都有着一样的神秘宇宙知识，但是他们却有着红色的皮肤，而且他们的头是蛇、老虎还有猎鹰等等野兽的头。他们用太阳的热能燃烧了世界，他们从远古大师的手中夺取权力。这一段讲的是另外一群大师的敌对势力正在殖民地球。这一段其实和我以前讲过的格萨王史诗的开头是一样的。红色皮肤的魔鬼在西藏神话中被称作聂赤赞普，他们是在一阵黑风之后突然出现，然后把西藏变成了地狱般的国度，吃人啊！最后神派格萨王降临，率大军把他们全部给消灭。重点是在最后，格萨王在完成任务之后，在西藏雪域的金字塔上唰了一下飞到了天空，被神接走了。这些红色的妖怪就是蜥蜴人，他们在玛雅帝国出现过，全身都有鳞片，玛雅人制造了巨大的雕像给他们祭祀。在阿卡考编年史中记载，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野蛮的美洲虎来了，吞噬了人的肉，他碾碎了天选之仆的骨头，他砍下了他们仆人的头，黑暗笼罩着大地。之后神发动了大洪水，把他们都灭了。接下来就是鹰之书，从公元前3166年开始，这里写到众神又回来了，帮助人类重建文明，并且继续剿灭在地球上残存的蜥蜴人。有一部分远古大师又回到埃及，选了非洲的种族作为神的仆人，他们的孩子之一就是长头人纳夫提迪和法老阿肯纳顿一家。这里和埃及的历史就是对上的。法老阿肯纳顿本来长得就像外星人一样，而且他突然打碎了之前所有埃及众神的信仰，只能信仰带着光的太阳神。不过在远古大师再次离开的时候，阿肯纳顿和长头人所有的遗迹就在历史中又再次消失。我们略过很多内容之后，就到了已知书，从1492年开始，讲的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征服者和印加帝国的冲突，这里也略过，具体请看我之前讲的玛雅人的秘密。我们重点讲一下最后的一章水蛇之书，这里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段落，阿卡考和德国纳粹开始结盟。接下来都是真实的历史，德国纳粹在1935年到1937年开展了一次亚马逊甲里远征，目的不明。之后德国在1940年开始逐渐渗透巴西，当时有2000名德国士兵从水陆2个方向进入雨林，目的就是寻找远古雅利安人。其中有一队乘坐小型潜艇进入阿卡考地下水域，当时驻扎在阿卡考的汪古拉拉部落一看，万字旗，这是曾经远古大师的符号。于是他们就举行了巨大的宴会，说你们一定是远古大师派来的。天选之仆的脸上第一次再次露出了喜悦，男人和女人用宝石和美丽的线条装饰自己，他们在鼓声中热情跳舞。于是在1941年到1945年，不断有德国纳粹进入阿卡考，给部落带来了手枪、机关枪、炸药、望远镜等等高科技产品。当时的王叫做 Zinkaya， 他们部落在德国军队进入雨林之前，袭击了当地的一个德国教会，其中有一个德国女人叫做 Hina， 一看她非常漂亮，就把她拉回去成亲了。Hina 就在德国纳粹进入阿卡考的时候出面，让大家相互认识，结果双方就达成了结盟。之后酋长 Zinkaya 和 Hina 生了一个王子，他的名字就叫做 Tatunka Nara。 在 Zinkaya 去世之后， Tatunka Nara 继位，
他在大祭司的指引下，穿着金色的衣服进入了地下祭祀宫殿。在录音中记载，当他进入房间的时候，从四面八方传来了神秘的声音，召唤他继续往里走。当他走进里面最大的房间的时候，突然他看到房间中央伫立着4块巨大的透明巨石，在石头中间睡着4个巨大的人类，他们全部都被一种蓝色的液体浸没着，而且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6根手指和6根脚趾。塔图卡称他们为活死人，在未来众神归来的时候，他们将会被复活。好了，今天的大长篇太长了，团长就先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疑问，比如塔图卡纳拉的身世，这个故事会不会是一个唬烂的骗局？这些疑问在70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出来，但是因为团长比较懂远古的秘密，所以塔图卡说的这些故事，在我个人看来都是有依据的。而且很多证据，比如纳斯卡的木乃伊，这都是2016年以后发现的。在1970年代，他们都是不知道这些的。但是塔图卡纳拉说的这故事都已经暗示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大家要打开思想，放眼宇宙。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喜欢听团长讲故事的朋友，一定要点赞转发，帮助团长的频道成长。未来尼克拉斯杨就可以介绍更多宇宙的信号，给大家讲你们没有听过的原创故事。觉得我的影片有意思的朋友，还可以点击超级留言，或者使用PayPal请团长喝咖啡哦。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